江先生，我给了你们这么多天的时间，你就拿这样的垃圾样品来糊弄我吗？夫人，你等等。夫人，这些已经都是大夏最顶级的刺绣作品了。如果你所谓的顶尖就是这样的水平，那我们也没有任何合作的必要了。夫人，这个订单关系着我们公司的生死存亡，也关系着我们几千人的生存。您想要什么样的刺绣大师，我一定给你找到。请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江先生，我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没有把握住。夫人，你是什么人，竟敢冒犯夫人？夫人，不好意思啊，他是我这儿的员工，不小心冒犯了你，我代他向你道歉，请您千万不要介意。好，赶紧走。你等一下，这针法，这走线，太好了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超的刺绣技巧，不管是它的走线，还是针法、配色，简直是完美。这竹叶是谁绣的呀？是我绣的。这西服虽然只是破了缝，但扔了怪可惜的，我就给缝了一下。你会刺绣？您说这个很简单，原来你就是我要找的顶尖的刺绣大师。江先生，我们这一次的百亿订单是可以和你们江家合作的，但是你必须让他来主持参与。我相信有了他的参与，我们这次的合作一定会非常的完美。好，舒兰，我竟然没有想到你就是夫人要找的那个人，这次你可是帮了我天大的忙了。江总，我只是碰巧，不好意思啊。刚才医院来电话，去把我的体检报告取。我这边正忙着。忙，有什么好忙的？你那个保姆的破班有什么好上的？发财，发财，8条，快去！南晚赶紧回来做饭。抱歉，我家里突然有点急事，要先走一步。舒兰，夫人，这边请，我们先签合同。好，请。苗阿姨，你儿媳妇怀孕了。什么？千真万确，你看这里都已经怀孕2周了，只是孕妇属于高龄产妇，胚胎发育也不完全，她的体质也特殊，需要尽快保胎。苗淑兰一把年纪，居然怀孕了！医生，你可得想想办法，这可是我们老李家最后的血脉了。只要尽快安排亲属换血，就有办法挽救。只是需要一台最顶级的血液置换器，全国只有1台，连亿万富翁都需要排队，而且手术费用需要50万。你确定要做吗？我确定，不管多少钱，我都会想办法。好你个苗淑兰，老蚌想生珠，还要花钱保胎。我现在就告诉徐莹莹去。儿媳终于怀上了，是要回她爸上天保佑，这血脉我一定要为她保住。对了，医生，刚才带领报告的时候不小心签错了地方。这个没关系，手术确认单的时候本人来就行。那就好。什么？苗淑兰竟然怀孕了！我亲眼看见的，那个报告上就是她签的字，清清楚楚写着怀孕2周。2周？那个医生还说什么老李家的最后的血脉，高龄孕妇让她花钱保胎。好你个苗淑兰，平时看你老实巴交的，没想到居然还溜了这一手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回去一趟。不打了，不打了！房子只能卖40万，再加上后续的养胎，还远远不够。苗阿姨，你千万要记住，手术越快越好。孕妇一旦出现了腹痛、出血等症状，就回天乏术，神仙都救不了她的性命呢。江总，抱歉打扰你，我能不能先预支一笔30万的工资？我一定努力工作，保证公司订单完美交付。你在我们家工作了10几年，今天又刚替我江家拿下了100亿订单，别说30万了，3000万都没问题。之前你不是说儿媳儿子都没工作吗？我这边也可以安排。不用，您愿意给我预支，我已经很感谢了。不必这么客气，这下至少能先攒够一笔，都在刚好。我今天买了好多菜，还买了1只老母鸡，煲汤给你们补补。是给我们补，还是给你自己补？当然是给你补了。这是怎么了？苗淑兰，你挺会装嘛！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瞒着我们不说，擅自借钱卖房子，回来还装得跟个没事人一样。你们都知道了，我正好想给你们个惊喜。你当然希望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。苗淑兰，你平时老实本分的，没想到你一把年纪居然怀孕！我怀孕？我怀孕？你是不是弄错了？弄错？这上面的名字是不是你？
字是不是你签的？白纸黑字，还想狡辩？是，但是廖树兰，你可真够歹毒的啊！你先听我解释嘛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亲眼都看见了。需要保胎的人是你，我只是签字的时候签错了地方。我？啊？廖树兰，你是不是忘记了？你儿子他有弱精症，医生说了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自然受孕的。所以医生才说这胎是奇迹呀。我们两口子是哪一点对不起你了啊？让你要变着法儿的羞辱我们。你听我说，房子卖了，还可以赚钱再买。但是现在情况危急，医生说只要你出现腹痛出血的情况，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儿子，你快劝劝你媳妇儿，千万不能因小失大，一旦出血就来不及了呀。这次确实是你太过分了，这么些年，别人都嘲笑我生不了儿子，还连累你，回娘家都抬不起头来。是，现在你居然给我弄个弟弟回来了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是铁了心让我们家别人嘲笑一辈子啊？这话别说太早。徐莹莹，你在说什么？爸是1个月前死的，你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怀孕2周。什么？可以啊你！我知道你很自私，但我真是没有想到啊！你为了这个野种，你不管我们的死活，你真是丢尽了我们李家的脸！我要你给我道歉！道歉！这10年来，我是怎么照顾你那瘫痪的爸，又是怎么拼命赚钱把你养这么大？你现在这么侮辱我！正宗新疆活鸡大鹅的，10元2斤，自产自销，免费吃，免费尝，10元2斤。你要真这么伟大，你干不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来，还想栽在莹莹身上是吧？姓苗的，我警告你啊，我不管你这个野种是谁的，要卖房，你想都别想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没有怀孕。你们不信我，就该信医生的吧。喂，苗阿姨，换血机器接到了，您钱凑够了吗？什么？您的运气真不错，医院有个病人做不了手术，所以机器空出来了。只要你现在交钱，明天就能做手术，但是必须马上确认。好，我马上就来。那机器麻烦你帮我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这手术我们不做，听不懂人话吗你？徐莹莹是吧？你知道这台机器全国只有1台吗？多少人排队等着在呀？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。你知道不做手术的什么后果吗？我最后再说一遍，不做！你们爱给谁就给谁做，别来烦我们。喂，医生，喂。儿子，你把手机借给妈，这手术咱不能不做啊！莹莹，听妈一句劝，赶紧把手术费交了。只要能保住你和孩子的命，别说是50万跟房子，只要你要什么，以后妈都给你买。你把手机给妈，不然等你出血，你会没命的呀！啊！累得我肚子疼。
怎么肚子疼？让妈看看。哎呀，滚开呀！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们都不信，这样，你现在跟我去医院，亲自做个检查，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。检查什么？我自己的身体会不会怀孕，我不知道吗？哎呀，什么腹痛都是被他给气的。儿子，算我求你，就去一趟医院吧，不然莹莹真的会有生命危险。我呸！现在还敢诅咒我呀！哼，你确定？那你就好好看看这是什么。怎么会？难道是？喂，哎，姐，是我，啊，我办事，您放心啊，肯定没问题。哎，好。姐，这是代理协议，您签个字。哎，好。哎，姐，我和耀辉可是大学同学，都认识这么多年了，你还信得过我吗？信得过。你们真是愚蠢至极呀！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，现在你们却把这些全都亲手毁了，真是糊涂，糊涂！没了房子，我还有预支的30万工资，我现在就可以给医院打电话。莹莹来我们家一直是任劳任怨的啊，吃苦耐劳，所以呢，我做主了，把你那30万从卡里面取出来，给莹莹买了这个大礼物。妈啊，我再叫你一声妈，您这半只脚啊，都已经踏进坟墓了，就别再折腾了。小唐，你了解舒兰家的什么情况吗？苗姐的儿子不务正业，整天好吃懒做的，他儿媳对他也不好，他们俩都靠苗姐一个人伺候。哎，江总，怎么了？哎呀，舒兰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困难，他现在可不能出半点差错。掉头，我们去李家。是。哼，不走苦情路线了。老太婆，你还装呢？你一个小小的保姆，能有多大能耐啊？听听，还100亿订单呢，你当你谁呀你？怎么回事？我这肚子怎么一直隐隐作痛？唉，你不是老是说你含辛茹苦的将李耀辉养大吗？那你就自己想办法凑这50万。
既然你执意找死，我阻止不了你。这么些年来，我为了你们，放弃了自己的生活和事业，我任劳任怨，换来了你们这一对白眼狼。这笔钱，就当买断我们的关系，以后你们过得不管是好是坏，都与我无关。我们一刀两断。一刀两断是吧？你还不知道呢吧？这李耀辉啊，马上就要进入江氏集团当经理了。江氏？难道是江总的安排？以后我们呀，那都可是云泥之别了。哦，对了，他现在肚子里还怀了个野种，可真惨呐！要怪啊，就怪你不仁不义，不管我们的死活吗？哎呀，行了，别跟他废话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快！放开我！你们以为是我怀孕，怕有人来跟你们争财产，殊不知，这一切的后果都要你们来承担。哎呀呀，我真的好害怕呀！哼，你以为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还付出代价呢？你只不过是一个不守妇道、在外面瞎搞的老贱货罢了。你这，洋洋，怎么流血了？哎，怎么了？我肚子好痛。快叫救护车！走，咱们去医院走。去你个头啊！怎么了，老婆？老娘每个月来例假都会肚子痛，你忘记了？这次怎么会痛得这么厉害？洋洋，你都流血了，快去医院吧！哎呀，神经！你不就是想骗我们的房子和钱吗？没门！这个房子是我买的，我在这住了20多年，你们没有资格赶我走。妈，这是我用第一份薪水给您买的礼物。妈，您工作别太累了，有我呢，我给您买大房子啊。妈，这以后啊，就多个人孝顺您了。妈，您年纪大了，不懂理财，要不您把钱呀都放我们这儿吧。住手！住手！舒兰，没事吧，舒兰？你们两个当儿女的，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长辈吗？哟，这么亲密，你不会就是那个搞到他肚子的野男人吧？哎，瞧啊！这老蚌生珠还不够，居然还带着野男人登堂入室，耀武扬威了！你这是造谣污蔑！我就说呢，我爸躺床上都那样了，你怎么可能怀得上？你怀的就是个野种！混蛋！我和舒兰清清白白的，你这个当儿子的怎么能这样说自己的母亲？哎呦，还舒兰呢，叫得这么亲热呀，还说不是他奸夫，你们这两个不要脸的贱！放肆！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！房子和钱都给你们，就当是我给我孙子最后的礼物。以后你们的事跟我都没有关系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我呸！别到时候了不起野种，跪着回来求我们。不！哎，舒兰，这边坐。坐。舒兰，我已经让人给你安排好了房间，
今天晚上呢，你就好好的休息，以后呀就住在我们江家。谢谢江总，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要是真的想谢我，就不要跟我这么客气，以后呀就叫我国安吧。其实呢，这些年来你一个人独自支撑着家庭，把孩子都抚养长大，这些我都看在眼里了。哪怕没有订单的事儿，我对你一直都是很欣赏的，只是碍于……你看，你愿不愿意跟我结个伴儿？我们以后试着一起生活。江总，这太突然了，我脑子有点乱。如果你担心孩子的话，你放心，我会把他当成我亲生的，而且呢，我会给他提供更好的生活。什么？你误会了，我没有怀孕。没有怀孕啊？怀孕的是我那儿媳妇儿，尽管无论我怎么跟他们解释，他们都不听。就连我那一手养大的儿子，也把我当成那种女人。这岂有此理？他们竟然这么过分啊！哎，舒兰，你在我们江家10几年了，你的人品我是一清二楚的。你放心，这件事啊，我一定替你讨回公道。算了吧，到底是我儿子和儿媳妇儿，怀着的又是我李家的血脉。我现在只是担心他会出血，会……哎呀，你这个人啊，就是心地太善良了，太为他们着想了。哎，这样吧，我听说呀，史密斯夫人的医疗团队里面的医生呀，全都是世界上顶级的。他这个人呀，又特别喜欢大夏的刺绣文化。我准备搞一场晚宴，引荐你们先认识一下。以后呢，我们请他的医疗团队给你的儿媳妇治疗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要不是你啊，我今天和史密斯夫人的100亿订单肯定是拿不下来的。江总，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不是说了吗？叫我国安。这我还指望你啊，跟史密斯夫人搞好关系，将来啊，多为我们江家创收效益。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啊。20多年过去了，我还能再捡起我的袖珍吗？不管怎样，我都要把握住这次机会，获得史密斯夫人的认可。哎，莹莹，之前你说让我进江氏的事儿，有消息了吗？着什么急呀？这不，电话来了。喂，莹莹，你们的事儿啊，我考虑过了，你去帮我弄一副高端刺绣，到时候进入江氏的事儿包在我老公身上。刺绣？绣那玩意干啥呀？你问那么多干嘛？想进入江氏的话，就赶紧去办。刺绣。我知道了，这听说史密斯夫人素来热爱刺绣文化，这江氏要办宴会，准备邀请她参观江城各界刺绣大师的作品。哦，就是那个来自国际一流家族、那资产上100亿的史密斯夫人呀。我听说他们跟那个江氏正在合作呢，那订单呀都是100亿起呢。看来，这个张春英根本就是为了巴结他。这与其便宜了张家，还不如我们自己想办法混进去呢。可是我听说一个知名大师的那个刺绣，那一副都得上100万呢，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啊？哎呀，你傻呀！那我们不是有房子的吗？只要能攀上史密斯夫人，花这点小钱算什么？哎，到时候啊，
这小小的江氏集团的经理呀，都不算什么。我们能成为江氏的首富，都指日可待呢。哎呀，我老婆真能干。这边。江氏集团再三强调，今天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要来参观，你们要好好招待，千万不能马虎啊！是。真的不用我陪你进去了。你忙你的，我就随便逛逛，找找灵感。那我一会儿来接你。哎，虽然挂在最显眼的地方，却华而不实，水平太次了。你好，这幅作品。这幅作品我要了。是你？真是晦气，怎么在哪儿都能见到你啊？这是刺绣店，不是你开的，我有自由进出的权利。你怎么还不去住院？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一见面就找我住院呢？你腹痛又出血，本就该住院保命保胎，还敢往外跑？哼，我到处跑怎么了？你说话不要这么难听，我解释过很多次，怀孕的人是你，是你不相信。哼，那检查报告是你苗淑兰的，我老公你儿子又有弱精症，我信你？哼，我还不如信你是秦始皇呢。这里是公共场所，你不要太过分。我是说，怎么这馆内一股子臭味儿？哼，原来是有些人呐，不懂艺术又没钱，还为老不尊，真是拉低了这些艺术品的档次。哎，我说你们怎么还不把这种人赶出去啊？不怕他在这里留下什么不干不净的病啊？今天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要来参观，你们要好好招待，千万不能马虎啊！您一定就是店长处的贵宾吧？实在抱歉，我这就把这些闲杂人等给赶出去。哎，我们这不欢迎你，请你离开。这里是刺绣店，开门做生意，凭什么他可以逛，我却要被赶走？凭什么？凭这里是江城刺绣协会唯一的店，代表着江城最高的刺绣艺术水平。像你这种人，看得懂吗你？我看不懂，那他呢？我当然看得懂。哼，一看这幅刺绣作品，又大又华丽，这肯定是江城刺绣协会的镇店之宝。是吗？当然，不然怎么会摆在这么显眼的地方？我还是劝你啊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赶紧滚吧！我丢不丢人，用不着你操心。怀着孕还穿高跟鞋，小心一尸两命。哼，我看一尸两命的人是你吧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也怕不会被你那个奸夫所抛弃，特地跑来这种店碰瓷儿的吧？我好心劝你嘛，他一个保姆穷惯了，说不定仗着是什么高龄产妇，碰一下就能要到天价医药费。我劝你们还是小心点，千万别被他给讹上。大妈，我求你了，要讹去找辆豪车讹去，别在我这儿耽误我做生意，行吗？没想到你这间刺绣店不但作品劣质，还捧高踩低。刺绣行业有你这样的人，真是悲哀。我告诉你，你再不给我滚，我就喊保安了。不用你赶，我自己会走。我最后再劝你一次，赶紧去医院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我好得很，倒是你，哼，这老蚌生珠啊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。
别到时候在手术台上下不来。这刺绣作品我要了，打包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幅刺绣挂在这里这么久无人问津，今天遇到了冤大头。夫人，这幅作品售价200万，请问你怎么付款呢？这么贵？夫人，您说了，这是我们的镇店之宝。再说了，您看你这一身珠光宝气，一看你就不是普通人。区200万，这不就是对你来说顺手的事儿吗？可200万，我们得刷爆卡里所有的额度。不管了，为了打赏史密斯，这区200万呢？刷卡。什么？徐莹莹，你哪里来的200万？难道是你们把房子卖了，就为了这破烂刺绣？你怎么还不滚呢？房子已经是我的了，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不行啊，莹莹，房子可以卖，但你现在还有更需要钱的地方，不能浪费在这上面啊！神经病吧你！刷卡！你不能把钱花在这上面，你会没命的！你才会没命的！起开！不要！你个臭老婆子！再告诉你最后一次，自己不买东西，别人耽误别人买东西。你要是还不快给我滚，我弄死你！主持人，不可以啊，莹莹，这幅刺绣根本就不值200万，这钱你别给他。莹莹，你信我，这幅刺绣无论是从配色设计还是针线都毫无独特性，别说200万，2万都不值啊！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这里面所有的作品都是出自刺绣大师之手，都是经过认证的。你要是再在这胡说八道，我告你诽谤！苗淑兰，这是刺绣，不是你那补衣服的破烂本事。夫人，你看这人3番5次阻碍你买东西，我看呀，这人肯定不安好心。这老东西向来对刺绣没兴趣，难道你也想凭借着刺绣巴结史密斯夫人，对不对？我是想结识他，可是太晚了。从你当初跟我们说1刀2断开始，你就已经没这个机会，没这个资本。今天这刺绣无论如何我都是要买下的。不仅如此，我和耀辉还会凭借着刺绣在江氏的感谢宴上面一鸣惊人，获得史密斯集团的青睐。我们之间呢将彻底云泥之别。马上打包。不要！夫人，这部作品稍后给你邮寄到江氏集团。邮寄也行吧，反正这宴会也是在江氏吧。你把所有钱都拿去买了这个东西，就算得到史密斯夫人的认可，支付不起医疗费又有什么用？你还在这做梦呢？哼！我要是你呀，就赶紧想想其他的办法，再挑选一个能入史密斯夫人眼的礼物。苗女士，完了，一切全完了。不到最后一刻，我绝对不能放弃，我一定要保住他和孩子。这个人怎么这么熟悉啊？对了，那张照片，没错，一定是他。当年非遗大师享誉世界，大弟子放弃刺绣，一直是他的心病。江氏晚宴，他一定会出现。我得马上告诉大师，华国的传统刺绣有救了。怎么样，老婆？
我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吗？都办好了。哎呦，我老婆真棒！哎，这个事要是成了，你要想买什么，我都给你买。讨厌。哎，我刚才遇到苗树兰了。哎呀，听那个老东西干什么？真是。那个老不死的，还是一口咬定我怀孕，真烦死了。这个老东西，你真是没安好心，自己做了不要脸的事儿，还非往你身上扣。我这怎么了？最近怎么回事？老是肚子痛，难道？哎呦，怎么了这是？老公，我突然肚子好痛，快送我去医院！医生，我这肚子疼得厉害，结果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啊？最快也要24小时。那我这有可能是怀孕吗？你老公是弱性症的话，这个概率相当渺茫，但一切都要等结果出来再说。啊，好，谢谢医生。我就说我怎么可能怀孕呢？估计就是个急性肠胃炎。啊，春英姐啊，莹莹，让你买的刺绣买到了吗？还没有，出了点意外。什么？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？我可告诉你，没有刺绣，你们就别想进江氏集团。喂，我呸！不就是想拿我们当跳板巴结史密斯夫人吗？我们还用得着你？不对，老婆，如果没有张春英他们家的话，那我们也没有亲戚进入宴会啊。我有办法。哎，别看，哇，这苗淑兰的手艺确实能配备人哈。这玩意儿完全能应付张春英啊！等到时候我们拿这个攀上了史密斯夫人，我就要叫他们全部踩在脚底下。淑兰，这几天没日没夜的刺绣，真是辛苦你了。来，喝杯咖啡，休息一下。谢谢。我看看。哎呀呀，你现在的刺绣技艺真是出神入化呀！这幅作品一旦面世，一定会名声大噪，震惊四方的。如果不是你给我提供这么好的环境，我也完成不了这幅作品。谢谢你这么支持我。终于赶在宴会之前完成了，相信这幅作品一定会得到史密斯夫人的关注。到时候就可以请他的医疗团队为莹莹治疗，我也算尽了最大的努力。苗淑兰，哼，果然是你。那天你跟我抢刺绣，果然没安好心呐。我今天有重要的事，不想和你们发生冲突。哼，还真是，你也配？哎，我们呀可是受到正式邀请的贵宾，像你这种档次的贱民，也配来参加这么高档的晚宴吗？一个宴会而已，要不是为了你们，我也不会来。你今天没有穿高跟鞋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最近老是肚子疼，少穿高跟鞋为妙。你肯听话，我很开心，也不枉我好心一场为你们努力。既然这样，
那就一起进去吧。我有说过要带你进去参加吗？什么？苗淑兰，你那天不是耀武扬威的想跟我们断绝关系吗？怎么，看我们现在飞黄腾达了，想故意眼巴巴的凑上？没人想蹭你们的邀请函，我自己可以进去。开什么玩笑啊！江氏晚宴啊，它是江城规格最高的晚宴，那多少人挤破脑袋都想来参加的。你一个保姆，那人家凭什么邀请你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他呀，怕不是被江氏邀请过来当打扫卫生的，难怪不需要邀请函呢。做清洁的阿姨是吧？哎，那你就应该有自知之明嘛。这里是贵宾进出的大门，你没有资格跟我们走同一个门。我今天不是来当阿姨的，我来见史密斯夫人。哼，你看吧，他那天故意在刺绣店给我使绊子，今儿就是来坏我们好事的。哟，怎么着，还准备上了是吧？哎，就凭你这破烂玩意儿，想获得史密斯夫人的青睐啊？我就是怕你们不懂刺绣而被人骗钱，可你们一意孤行，我也没办法。宴会马上就开始了，你们要是不进去的话，不要拦我。等等，站住！不行，绝不能让他进去。你手里的东西，我要看。江总好，以后拜托您了啊。江总你好啊，好久不见。小唐，舒兰呢？怎么还没到？刚刚联系了管家，说半小时前就出发了。现在几点了？已经6点。这么久了。这样吧，我去门口接他。这是我的东西，我没义务给你看。哼，史密斯夫人才瞧不上你手里的垃圾呢。我看呐，你就是不安好心。这老东西嘛，想进去让他进去算了。这东西谁看得上啊？你傻呀！要是被史密斯夫人发现了你有个做清洁工的妈，她还能看好你吗？那我们这平步青云的美梦不就要破碎了？反正你今天就是不能进去。你，妈，你就走吧。是，我们把你赶出了家门，但是那也是你先怀野种在先嘛。哎，你非要破坏我们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啊！怀野种了，都这把年纪了。我正是为了给你们争取机会，才非要进去不可。放开我！收下，快滚！他们在江氏集团晚宴上吵吵闹闹，简直不知死活。那个孙经理，您来的正好，我们呀是提前跟您联系好的。啊，陈英的朋友是吧？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他这个臭保姆呀，就是想进宴会蹭吃蹭喝的。您呀，赶快把他给赶出去。哦，区区蝼蚁，你也参加宴会？赶紧赶走，别影响到其他贵宾出入。你敢？我可是江总亲自请来的客人。你，你干脆说自己是史密斯夫人得了。来人，这有人捣乱，快给我清理干净。这女的确实有点眼熟啊。我想起来了，孙经理，这人我见过，他可是总裁亲自邀请的客人。什么？哼，你怕不是看他天天进进出出的给看差了吧？他不过就是一个被临时叫来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嘛。哼，什么贵宾，不可能。可是，有眼无珠的东西！我堂堂江氏集团人事主管，所有嘉宾都是我亲自礼定，他是不是贵宾，我能不知道吗？不愧是孙总，就是明察秋毫。你们还不快把他丢出去，信不信？我马上开除你们！够了，你们可以不信我，但不要为难小员工。我手里拿着的可是你和宝宝的最后活命机会，你不要拦着我。我要是进不去，你只有1尸2命。说什么了？我忍你很久了，妈的给脸不要脸，3番5次的啊，诅咒我老婆，
还诋毁他的名声。我的刺绣，真带着，自己人品低劣，怀了野种，现在还想坏自己亲儿子的好事。薛洋洋，过去的种种我都可以不计较，但我今天带着作品来见史密斯夫人，全都是为了你。你不让我进去，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我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没有跟你这个臭保姆断干净。你能不能不要再装了？啊！如果你真的是为了我们好，你现在就应该是有多远滚多远。你知道我们费了多大的功夫才来到这儿吗？你非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低贱的妈？没有我，你们别想巴结史密斯夫人。还在装！我可是江氏集团请来的刺绣大师，这个作品是今天晚宴的镇店之宝，价值连城。你们不让我进去，到时候不仅江氏集团不会放过你，就连史密斯夫人也不会原谅你们，而你的下场只有死。妈，我求您了，行吗？那不是缝缝补补就是刺绣的，您就当是啊，为我们再考虑一回。走吧。耀辉，妈真的是为你们好啊，妈不能走。你，哎呀，刚刚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他们就想拿这个垃圾当借口吧。等我今天就要毁了他这个垃圾。不要！我把他毁了，我看你还拿什么巴结史密斯夫人？不要踩啊！这可是我不眠不休花费了3天的心血。就你这种下等的贱人，给我提鞋都不配。不可以，你和宝宝会死的。那我倒要看看今天是谁会死。史密斯夫人到。难道现存下来的也不足实现，而且每件。不愧是我老公，这给我安排的阵仗可真是气派呀！这保镖不是派去接史密斯夫人了吗？接史密斯夫人的保镖，那还不是老子安排的？先接我老婆怎么了？哎呀，这谁呀？哎呦，还不是苗淑兰那个贱女人，非要死乞白咧的求着我们带进去呢。你呀，就别痴心妄想了，赶紧带着你这个垃圾滚回垃圾堆里去。耀辉，你真的要这么无情无义，看着你媳妇欺负你的亲生母亲吗？那要怪就怪你自己，早就说了让你走了，你偏要留下来耽误我们的正事，你自己自找的。你们知不知道，你们亲手毁掉能拯救自己孩子的唯一希望？我只是废了你的手，没有废你的肚子，已经算是我的仁慈了。再敢纠缠，我对你不客气。行了，走吧，别跟这种在烂泥中打交道的人纠缠了。宴会要开始了。呸！谁的信息啊？估计又是让我买什么医疗保险的垃圾短信。哎呀，不管了，走吧。哦。你没事吧？他们真是太过分了，怎么能做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？出来！
你的手，什么人把你的手伤成这样？肯定又是你儿子和儿媳。混蛋！你们两个是怎么做事的？我不是都交代过了吗？不怪他们，他们也只是打工的，没有说话的权利。不行，我现在就进去找他们算账。现在当务之急是刺绣，这次机会难得，我一定不能放弃。舒兰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怎么还为他们着想啊？这样吧，我先带你进去包扎伤口，你们两个把这儿收拾一下，小心点，不要弄坏了啊！是，走。哎呀，伤成这样了，我看啊，还是到医院去吧。没事儿，就是划破了点口子，不严重。我轻点儿。今晚可是江氏特意为史密斯夫人准备的宴会，全城的名流都会来参加。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，不单是为了儿媳和孩子，我也想让大家都看到传统刺绣文化的魅力。可是，这绣品都已经被破坏了，现在重新绣一副，那也来不及啊。我有办法，一定能重新将它修补好。这就是你给我找的刺绣，你就用这种货色来糊弄我呀？这可是我跑遍全江城才找到的，虽然存放时间久了一些，但这可是传说中非遗传承人的作品。你没骗我？当然了，这据说非遗的技艺已经失传很久了，虽然这刺绣看起来时间久远了一些。春英有什么不会呀？张春英可真好皮。那好，既然已经送来了，那你们就先回。我们打算留下来见一下史密斯夫人。史密斯夫人哪是你这种层次的人能见的啊？不过你放心，我答应你们的事儿，晚宴过后，我老公自然会去办到的。没错，身为江氏人事主管，让谁进江氏，我说了算。可是这春英姐啊，我们既然来都来了，总不能就这么回去吧？我们就不劳你们操心了，我们会自己看着办的。你们最好给我小心一点，别给我惹是生非，否则有你们好看的。老公，我们走。嘿，哎，还好我聪明，让刺绣店呀把作品邮寄过来，不然这么好的东西被庄春英给撞见，还不知道他怎么发疯。老婆，有你呀，真是我的福气。那当然。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我没事儿，宴会要紧。哦，这么的事儿啊？是。完了。听说这次宴会啊，就是江氏集团为了感谢史密斯先生特地举办了。听说他们之间的合作呀，江氏谈了好几次都没成，最后还是因为一个保姆的刺绣被史密斯夫人看上了，这才签上的。这么说，今晚是要是得到史密斯夫人的认可，一飞冲天，也就是弹指间的事儿。哪有那么简单？江氏集团特意邀请了一位刺绣大师，你们看，那个位置就是为给刺绣大师的作品预留的。什么大师，能比得上我手里的这幅作品？今夜这一夜暴富、飞黄腾达的机会，我势在必得。哇，这幅刺绣也太精美了！这百花栩栩如生，色彩缤纷，这一看就是出自一流大师之手啊！是的，这么好的作品，一定能得到史密斯夫人的青睐。哎，喂，什么事儿？啊，
史密斯夫人到了。好，我这就来。舒兰，你先进去，我去接夫人啊。好。这是，可恶！他居然给自己留了这么大的作品，给了我一副垃圾。你怎么阴魂不散的？你是怎么混进来的？徐莹莹，刚刚在门口的事情我已经不想跟你计较，这里是江氏集团的晚宴，哼，请你不要再闹事。你也知道这是江氏集团的晚宴呢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，就凭你这身破烂的穷逼，也有资格参加呀？他是谁呀？怎么从来没见过呀？不知道啊，你看他穿的脏兮兮的，简直是拉低了宴会的档次。刚刚只顾着修补刺绣，忘记换衣服了。妈，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你非要让我丢人呢？啊！捧高踩低，见利忘义，丢人的人是你们。不管我穿着怎么样，只要我今天接到江氏集团的邀请，我就有权利参加。我呸！谁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怕不是又凭哪个奸夫的关系吧？不是吧？没想到呀，一把年纪这么豁得出去啊！我要是跟这样的人同住一个屋檐下，我都嫌脏。徐莹莹，你别血口喷人，那是你逼我的。我劝你别惹我，你的事情整个小区都已经知道了，把我惹急了，我不介意在这里再帮你宣传。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我堂堂正正，问心无愧。哎，你们这不一家人吗？怎么吵起来了？谁跟他是一家人呢？我们才没有这种老蚌生珠，哼，跟野男人撒野，还怀了野孩子，现在还把孩子带回来让我们养的妈！我的天啊，真的假的？一把年纪了，还真不害臊。够了，徐莹莹，你到底要污蔑我到什么时候？我说过，我没有怀孕，更没有做过你说的那些事。哎呦，这些事情呀，可是江氏集团人事主管的老婆亲耳听见、亲口告诉我的，还能有假吗？没错，我亲眼所见。哼，吵吧，吵得越大越好，到时候把你们一起赶出去，这2幅作品就都是我的。那是你弄错了，怀孕的人是你，需要换血的人也是你。你若是不相信，自己亲自到医院检查一下。用得着你说呀？我昨天都已经去医院检查过了，医生说了我怀孕的几率非常低。难道还有假吗？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？满口谎言啊！太热土了，造这种谣。这江氏集团的晚宴也太掉价了，居然让这种人混进来。清者自清，真相总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。但今天这里是江氏集团的晚宴，还请大家把重心放在刺绣上，拜托了。至于你们，这刺绣将是我为你们做的最后一件事。过了今晚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慢着！你的作品没有资格摆在那里。哎，你看，他想霸占这个大师的位置啊！哎呦，这个人不仅人品有问题，还这么不要脸，什么破烂都往上面放。这要是得罪了江氏集团请来的大师，吃不了兜着走。是大师？什么大师？哼，还说自己是被邀请来的，连这种规矩都不知道啊！哼，这个位置是江氏集团特意留给刺绣大师的。人家归隐20多年，好不容易再次出山，特意为了这个宴会缝制的镇宴之宝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凭什么占这个位置？国安明明跟我说放在中间的位置。我知道了，我就是江氏集团邀请的人。你不会想说你就是邀请的大师吧？妈，你越来越过分了啊！你这样冒名顶替，得罪了大师，
得罪了江氏集团，那我们在宴会上还有什么立足之地呀？我说的是事实，这个位置就是专门留给我的。妈，我和莹莹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，就要走上人生巅峰了，您干嘛要害我呀？哎，我还是不是您亲儿子啊？要我说啊，这垃圾东西赶紧拿走，一会儿大师来了，你一家人怎么交代啊？就是，你们得罪了大师，就相当于是得罪了江氏集团，甚至是得罪了史密斯集团。到时候整个江城都没有你们的立足之地。既然你们不相信，我就让你们看看我的作品值不值得放在这个位置。这疯女人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得罪江氏，不行，我得赶紧和她撇清关系。你干什么？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有展示自己作品的权利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你这个垃圾，放出去我都拍了大家的眼睛。江氏宴会那邀请的可都是有头有脸的大师级人物，你一个保姆，别说中间的位置了，你连桌都不应该上。妈，您当了20多年保姆了，我就没见过您拿过针，您这个时候逞什么能啊？我就是为了你和你爸，才放弃了学习整整10年的刺绣，而如今又重新拿起，也是为了拯救你妻儿的性命。哎，您要真的这么高风亮节啊，您就不会怀了野种，还要卖房让我们养。哼，我说你那个奸夫呢？不会真不要你了吧？大家可都小心点儿，说不定他今天来到这儿啊，就是为了给他肚子里的野种找个爹。哎呦，徐莹莹，你太恶毒了，我真想看看你拿到自己的身体报告会有多后悔。我用得着等报告吗？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，倒是你，我现在就可以把你给赶出去。走，该被赶出去的人是你。住手！撒手！收兰，你没事吧？就是你，苗淑兰这个贱女人，到底是给你下了什么迷魂药啊？让你成天跟在她的屁股后面，像个哈巴狗一样。哼，原来你就是苗淑兰的那个野男人呐！啊，你们这对奸夫淫妇，竟然当着大家的面勾搭，真是不要脸！哼，你又是哪根葱？怎么跑到我的宴会上来了？那我就大发慈悲告诉你吧，我是你们人事主管孙经理的老婆，你要是敢惹我的话，你就吃不了兜着走吧你。Boss， 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位可是江氏集团的总裁。你们一个冒充刺绣大师，一个冒充江氏总裁，你们居然敢在江氏的地盘上面招摇撞骗，你们死到临头了！还什么江氏集团的总裁？等我老公来了，把你们通通都扔出去！是吗？那你就把这个姓孙的叫来，让我见识见识，看他怎么把我扔出去的。真是不知死活！谁敢欺负我老婆？怎么了？谁又惹你生气？老公，就是他，他居然敢冒充江总，你赶紧把他抓走了，说不定江总还要给你升职呢。江总，江总，老公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人事主管是吧？好大的架子呀！啊，你老婆不但欺负我的贵宾，还要把我从这儿扔出去。贱人，害死我！贱人，害死我了！江总，都是我有眼无珠，我没认出来她是您邀请的贵客。不是，都是这个贱女人，
他说您邀请的刺绣大师是骗子，我也是被蒙骗的呀。我看我给你这个人事主管的权力太大了吧，让你目中无人，得意忘形。从今天起你被开除了，往后我不想在江城再看到你们了。江总，您饶了我这一次吧。江总，求求你饶了我们吧，都是我们的错啊！舒兰，你饶了我们好不好？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邻居，我们也算有感情的，对吧？我求求你帮我求情，我们不想被赶出江城啊！求求你饶了我们吧！你颠倒是非，造谣我怀孕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想到会有今天？来人，把这2个混蛋给我逐出江城，断绝生路！都是他！你看，就是他就是想把你赶出家门，你怎么不找他？我就被冤枉了。至于你们2个，那个，您是江氏总裁，那您就是我婆婆的雇主。哎呀，这不是巧了吗？我们可是一家人呐！你说是吧，李耀辉？对，一家人。你们2个真恬不知耻！你们当初把我赶出家门，往我身上泼脏水的时候，有考虑过我们是一家人吗？既然现在已经断绝关系，那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来人，把这2个不孝顺父母的东西给我赶出宴会厅！等等，你们不能把我们给赶出去！你们3番5次的扰乱我的宴会，在我的地盘上欺负我的贵客，我没有报警抓你们，已经是看在舒兰的面子上手下留情了。除了他苗树兰，我也是江氏集团请来的贵客。你既然公开召集刺绣供史密斯夫人挑选，你现在如果提前把我们赶出去，那就是暗箱操作。没想到你现在居然狗急跳墙到这个地步。徐莹莹，这幅作品怎么来的？你心里清楚。趁现在还来得及，我劝你们赶紧离开。我看你是怕了吧？你就是不敢跟我比，所以才想把我们给提前赶出去。我跟你说，舒兰，他们都这么对你了，你怎么还能容忍啊？我不是为了他们，我是为了这场宴会。这毕竟是你精心准备的晚宴，又是宣传传统刺绣的大好时机，我不想你被人落下话柄。到时候请不到医疗团队，他会……如果最后这孩子保不住，那是我们没有缘分。至于他的命，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既然你们2个想留下来，那就请自便吧。不过到时候史密斯夫人怪罪下来，我希望你们能承担起这个后果。我看要小心的是你们吧，别到时候输了向我跪下求饶。我的刺绣形势大，江氏小事，巴金史密斯夫人才最重要。哎呦，史密斯夫人到了！今天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国际顶级豪门了。哎呀，也不知道今晚到底谁的作品能够入史密斯夫人的眼啊！我押那幅《弗里金蓝图》。夫人，欢迎您能到来，是我江氏的荣幸啊。听说今天的宴会呢，会有很多刺绣大师的作品参展，我很感兴趣，也谢谢您的用心了。这边请。好。史密斯夫人，为了今天的宴会啊，我特意准备了一幅上好的作品，请您鉴赏。来，请。这幅刺绣作品啊，非常的华丽，这花朵栩栩如生的，我很喜欢。谢谢。就你还想跟我争，真是自不量力。这幅作品对于其他作品确实略胜一筹，
看来今晚史密斯夫人能看中的应该是这幅作品了。真是羡慕，这要是入了史密斯夫人的眼，那她的身价肯定就快速攀升了呀。史密斯夫人，这幅作品不是人工刺绣，而是机绣。苗淑兰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史密斯夫人都欣赏的东西，你插个什么嘴？我看你呀，就是见不到我们好。妈，闭嘴吧！那莹莹好不容易获得了史密斯夫人的欣赏，你就这么眼红，要毁掉我们呢？根据我多年的经验，这幅作品绝对不是手工的，机绣的走线生硬死板，直来直去，而且颜色搭配的非常不自然，边缘针脚缺乏灵性。不信，您再仔细看看。你个老不死的，给我闭嘴！连绣花针都不知道怎么拿，你懂个屁的刺绣啊！徐莹莹，你们虽然不认我，但在我心里一直把你当做儿媳妇。我不允许这种鱼目混珠、玷污传统刺绣的事情。玷污什么？你懂个屁呀！这都是刺绣，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你们不是内行，根本就不懂这之间的差别。你别说啊，这好像确实跟他说的一样啊。仔细一看，好像确实是有点粗糙。这江总叫来的大师应该不会说谎吧？你们可千万别听他说胡话，他就是怨恨我不帮他养他肚子里的野种，所以才故意这么说的。史密斯夫人啊，你可千万别相信他说的话，他呀就是一个不守妇道还恬不知耻的贱人。居然有这种事情？是的，夫人，我确实是和徐莹莹有矛盾，但请您相信，绝对不会影响我对刺绣的专业评判。如果你们不信，我还有更重要的证明。你继续说。由于机器的力度大、频率高，为了防止面料损坏，所有机绣必须要用硬纸板。你们打开背面看看就知道了。你们打开背面看看就知道了。他说的头头是道的呀，这可能是真的刺绣大师啊。我看未必，要是真像他说的那么厉害，那他不早就名扬全国了？是真是假？拿下来打开看看，不就清楚了？夫人，您觉得呢？不行！既然是你的作品，你又害怕什么呢？来人！我不同意，这可是我的心血，你们这样做就是不尊重我的作品。真正的手艺人从不怕自证，这就是你的最好机会。既然你不敢，那就直接承认吧。我可以看在舒兰的面子上，会替你求情的。谁说我不敢了？凭什么他说拆就拆啊？我这幅作品价值200万，拆坏了你们赔得起？不就是区200万吗？我江国安可以当着夫人和所有人的面郑重承诺，如果这幅作品是人工刺绣的，弄坏了，我100倍赔偿。100倍赔偿，那不得上亿？你敢吗？这都上亿了，要不咱们就……闭嘴吧你！你到底有没有点脑子？我们现在要是退缩了，你以后在江城还怎么混呢？这是我的作品，就是不拆。江书远，你给我住手！你们看，果然是硬纸板。不可能！这刺绣协会产出来的东西，怎么可能会是机绣呢？就这种垃圾，那机器一天能产几千件，别说200万了，就连2万都不值啊！怎么回事，莹莹？花这么多钱，就买这么个东西啊？你不是说都准备好了吗？这妖怪就管你这个嘛！他一早就发现这个洞有缺陷了，不早点告诉我们，还让我们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丢脸，你可真是歹毒啊你！我已经警告你很多回了，是你3番2次不接受我的好意，现在栽跟头了才知道后悔。岂有此理！你居然拿这样的次品来糊弄我是吧？你把我当成什么样的人了？不，史密斯夫人呐，您误会了，这要怪就怪那个刺绣协会，他生产次品，我也是被骗的，我是受害者呀！你不是说这是你亲手绣的吗？现在又说不是了啊？你还在骗我？我没有，我记错了，史密斯夫人，我还有另外一幅刺绣作品，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还有一幅刺绣作品？啊，不行，您看那边。
哎呦，还真……别看，别看。没想到他们居然偷走我最有纪念意义的刺绣。这明明是刚刚被拖走那2个人带来的，怎么成你的了？我送给他们的，当然就是我的。史密斯夫人，您看，虽然这幅刺绣时间是久远了一些，但这是我们李家的珍藏，我们是为了欢迎您特意拿出来的。这幅作品虽然年份看起来是久远了一点儿，不过呀，风格倒是十分独特的，而且它的色彩配色也非常的夸张和大胆，确实呀，是一幅难得一见的珍品。这不会是他亲手绣的吧？史密斯夫人看起来非常满意，说不定她的机会又来了。这还拿不下你？舒兰，这幅作品跟你的风格特别近，怎么回事？你说的没错。徐莹莹，你确定这是你绣的吗？我确定。你刚刚说我的作品是机绣，这幅总该不是了吧？我看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。妈，你还有完没完啊？这幅确实不是机绣。看来呀，你也承认了。因为这幅是我20年前一针一线亲手绣的。苗淑兰，不就是不把你养野种吗？你今晚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话我们的好事，你还有良心吗你？就是嘛，我求你了，你能不能消停会儿啊？李耀辉，从小我就教育你做人要诚实，可你自从娶了她以后，把我的教导忘得一干二净，现在还帮着她为非作歹，拿着本身就不属于你们的东西在这招摇撞骗，到底是谁没有良心？你血口喷人！这幅刺绣从哪里来的？不用我多说了。当然是我绣的了，难不成还是你的呀？没错，这就是我的作品。舒兰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20年前，我被选去参加国外刺绣展，可是因为种种原因，我放弃了刺绣。而这一幅，就是当年我为参展准备的最后一幅刺绣。20年前那次刺绣展，我恰好就是邀请的嘉宾。原本刺绣展是准备每年举办一次的，可是后来华国的传统刺绣失传了，所以刺绣展从此就没有举办过了。没想到今天我还能看到当年参展的作品。自己拿不出好的作品，就霸占别人的刺绣，你可真不要脸。可是他刚刚关于刺绣展说的头头是道啊，感觉像真的呀。看来啊，他是一早就知道史密斯夫人今晚要来，那他肯定是提前调查过，想靠这些来博得史密斯夫人的同情。苗淑兰，你说这幅作品是你绣的，你有证据吗？我敢这么说，当然是有证据。难道你不知道这幅刺绣它另有玄机吗？什么玄机？不就是幅刺绣吗？少在这故弄玄虚。你连失传已久的非遗绣法盘锦绣都不知道，还敢说这是你的作品？这居然是失传已久的盘锦绣！据说盘锦绣已经失传20多年了，这流传下来的也不足10件，而且每一件都价值连城。当年的国际盘锦绣大赛，大师的弟子失踪了，所以呢，才停止举办了。该死，这苗淑兰运气这么好，居然买到了跟我同一个大师的刺绣。不行，好不容易得到了史密斯夫人的青睐，我绝不能放弃。你们少听他在这吹嘘了。既然盘锦绣数量稀疏，那肯定就压根没有几个人知道。那你们谁又能证明这就是他口中的盘锦绣呢？自然有办法。盘锦绣所用的丝线特殊，是金丝线，虽然在光线暗的地方看着不明显，但是只要对着它打灯，就会发出耀眼的金光。不信，你们可以试一试。来人，打过。该死，难道这幅作品真是他绣的？
说，这怎么可能？现在你肯承认，这幅作品不是你绣的了吧？这幅刺绣是我嫁进李家时绣的，这期间肯定是被你偷看过，所以才会知道这些。那为什么刚刚问你，你却回答不上来？那是因为我忘了。哎呀，就算你知道这些，就能证明这是你绣的吗？上面又没写你的名字。难道你想说，你就是盘锦绣的传人？哼，不是我，难道还是你吗？反正你也不知道，说一下怎么了？没错，我就是盘锦绣大师的唯一弟子。虽然老师不一定愿意认我，可老师的名誉，我绝不容许任何人侮辱。你还真是吹牛吹上天了呢！你如果真会刺绣，连你的亲生儿子都不知道，你说是不是啊？老慧，没错，我根本就没见过他刺绣。什么？你们意思是说苗淑兰她根本就不会刺绣？可是那天她明明……夫人，这不可能。这幅作品是我亲眼看着淑兰绣的，你不要上他们的当，他们这是在挑拨离间。我听说这江氏集团的100亿订单是靠一个保姆保的，当时我就觉得不靠谱了。他们是骗史密斯集团，说找到了刺绣大师。夫人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相信江氏，这就是我的作品。既然你口口声声说这是你的作品，那你就有本事揭开白布让大家看看呀！原本这幅作品是你的救命稻草，没想到现在它却成了我的自证的关键。天哪，这晃得我眼睛都快瞎了！这9条龙简直像活过来了一样，太逼真了。我以前只在博物馆看见过盘锦绣，没想到今天参加一个晚宴，居然能看到真品。哎呀，我要许愿，财源广进，一夜暴富。哎，我也要许愿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磅礴大气的作品。听说当时唯一会盘锦绣的大师有一名关门弟子，后来这名弟子放弃了刺绣，大师也一病不起，他后来就没有再受过传人了。是我对不起老师。难道你就是那名大弟子？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会是盘锦绣的传人呢？你弄伤我留下的血迹已被我临时修补。徐营长，难道你现在还不敢承认这幅作品是你偷我的吗？你口口声声说这2幅作品是你绣的，这20多年来，我们从来就没有看过你拿绣花针。你说你会刺绣，谁信呢？我可以做到证人。哼，哎呦，在场谁不知道你们俩是奸夫淫妇？你当然会像他。既然这么说，我敢当场刺绣，你敢吗？什么？当场刺绣？哎呀，还是算了吧，咱们跟妈道个歉，说不定她能原谅我们。你闭嘴！你让我多没面子啊！你不是说他不会刺绣的吗？说不定他是想故意激怒我，想等着我认输呢。你赶紧给我把嘴巴闭紧，千万不得露馅。当场刺绣，你又不是刺绣师，你当然不会知道刺一幅作品需要花多少心血。我可没那么多闲工夫陪在这里耗着。要不这样，你跟我道歉，说这个刺绣不是你绣的，那我就原谅你。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各自安好。你展示你的，我展示我的，如何呀？这世上还有像你这样不要脸的人。如果你心虚，干脆就直接承认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否则，别怪我无情。我是你的儿媳妇，他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就一定要这么咄咄逼人吗？是你们一直执迷不悟，传统艺术不容亵渎。你不敢当场刺绣，我敢。来人，把绣架抬上来。是。
看来他真的是潘锦绣的传人。这次的订单有他的加持，应该能大赚一笔。你看啊，这短短10分钟，他竟然能绣出这么完整的兰花。对呀，那这下谁还敢否认他就是一流的刺绣大师？对，哇塞，他居然真的会刺绣！你不是说你会盘锦绣吗？你倒是绣啊！牛逼吹上天了，现在现原形呢？怎么了？我现在有点不舒服，我现在不适合刺绣。对，我早就说过，你高龄怀孕，情况危急，我劝你承认错误，赶紧去医院，就算不为宝宝，也要为自己着想。我就是一点肠胃炎，不需要你在这假好心，一边跟我抢风头，一边又虚情假意。就算你会刺绣又怎样？谁能证明你会盘锦绣啊？我能证明。老师，诸位，今天我要隆重地向大家介绍，这位就是失传已久的盘锦绣传承人，国家级非遗刺绣大师盛秀芳女士，而她就是盛女士的唯一的关门弟子，也是当今世界上唯一能够制作盘锦绣的人。哇！听说啊，这个盛大师接受过华国首脑的接见，还夸过他的刺绣天下无双。对呀，他的作品价值千金。这江是什么背景啊？居然把他都请来了。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如果我今天不来，是不是等我入土了以后，你再主动来看我？我要不是听小谢说的话，你这被人欺负成什么样子？老师，我可能要放弃刺绣了。舒兰，我知道你家里出了一些事情，暂时没有心思放在刺绣上，但是你也没有必要把它放弃呀。你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了，再来找我。老师，我怀孕了。如果我丈夫一直昏迷不醒，这可能是他唯一的血脉。我只想把这个孩子好好养大。老师，对不起，让您失望了。你还是再找个传人吧。舒兰，舒兰，舒兰。老师，我错了，是我对不起您。没关系，都过去了。能找到你啊，我这盘锦绣啊，总算后继有人呐。能见到传闻已久的非遗大师，我真是呀，太荣幸了。他居然真的是盘锦绣的传人。连史密斯夫人都对大师礼待有加的，没想到苗淑兰有这样背景啊！就是，真厉害。苗淑兰，你既然是非遗传人，那为什么还要当20多年的保姆？平时只见你洗衣做饭、打扫卫生，从来就没有见过你拿过绣花针。你要是真会盘锦绣，为什么不早点展示，偏偏得要等到今天呀？当然是为了李家，为了李耀辉，为了你们。如果不是你不相信自己怀孕，让你去医院换血，你不去，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全部挥霍一空，我也不会捡起这门手艺，为了就是给你找医生替你保胎。淑兰为了你们倾尽所有，你们不但不忘恩负义，还倒打一耙。如果不是他有意隐瞒，我们怎么会这么做？当初我为了家庭放弃一切，以为这样才不会后悔。可是
现在我才发现，原来刺绣才是我唯一真正拥有的东西。你现在明白就好，现在开始也不晚。我一定会好好的将盘锦绣发扬光大。你愿意回来可真好啊！你不知道，大师为了刺绣奉献了自己的一生。你的离去呀，是他一生的心病。现在你回来了，他的愿望也就圆满了。哦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拿过来。这是一枚代表刺绣协会会长的徽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把它交给苗淑兰，由她来担任新任会长。好，凭什么他能当会长？就凭他是江氏集团总裁的姘头吗？我看你们都是传统好的。刺绣协会会长向来都是能者居之，苗淑兰作为盘锦绣的传承人，理应接受这一职务。这怎么行？我已经离开刺绣这么多年，一点经验都没有。要不，您还是收回去吧。您要是不接，恐难服众啊。这……淑兰，你就放心去做吧，不用怕，我支持你。好。没想到呀，我竟然能亲眼见证盘锦绣传人的诞生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那他以后的作品肯定价值千金啊！我出200万。我出500万，谁也别跟我抢，我出1000万，我出1个亿。1个亿！哇！就这样，我的刺绣真的值这么多钱吗？优秀的技艺啊，不会被时光磨灭的。什么？凭什么他的作品随随便便一拍就是上亿？你个老不死的！你的作品这么值钱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？撒手！妈，你早点把作品卖了，那我们小时候也不至于过苦日子嘛。你怎么这么自私呢？我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，是少了你吃还是少了你穿？我没亏待过你们半分，对得起天地良心。你们不要误会舒兰，当年刺绣没落，无人问津，通过一些展览，逐渐创出一些成绩，才有今天的市场。老师，你不用跟他们解释那么多，我从来没想过要靠刺绣赚钱，这是艺术，不是用来盈利的工具。我看你脑子有毛病吧？有钱还不赚呢？行啊，你不要，那你就给我们呀。耀辉也是你的儿子，得到你的财产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就是啊。哎呀，这口呀，怎么想的呢？对呀。一张怀孕报告单，让我认清了你们的嘴脸。今天这1亿，我就是捐出去，也不会给你们留1分钱。我知道了，哎，你是不是就是想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你肚子里面那个野种？好啊，你怎么能这么偏心？耀辉也是你的亲生儿子，怎么说，那你至少得分1半。你给我们5000万。难道江总早就跟苗淑兰珠台暗结了？哎呦，江总办这个宴会就是为了给他造势吧？难怪他今天是女主角的。看来她就要成为江氏集团的夫人喽。住口！我看谁敢再造谣，我江氏就断绝他一切合作。就算你能够堵住所有人的嘴，那又怎样？
护她护得跟野猪子似的，还说不是你的种？还要我跟你们说多少遍，我没有怀孕？检查报告上都写得清清楚楚，上面还签了你的大名，你还能否认？好啊，那既然你没怀孕，那你就把你的钱留给你的亲生儿子耀辉。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？哎，你还不如啊，把钱留给你的亲儿子。你住口！你这个当儿子的，对你母亲说话怎么这么恶毒？我看你就是一条狼心狗肺的白眼狼。有你什么事儿啊？这是我们李家内部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够了！既然跟他没关系，那总跟我有关系吧？你不是想要我的钱吗？好，麻烦请个律师上来。小当，是。王律师，我苗淑兰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，刺绣拍卖所得款，我一分不留，全部捐出。你干什么？有我在，我看谁敢动淑兰一根汗毛。1个亿呀！你说捐就捐了。与其把钱留给你们这种白眼狼，我宁愿捐给更有需要的人。你就这么坑你儿子啊？你还是不是亲妈？哎呀，那个夫人呢？您看，我们刚才那幅也是盘锦绣，我们不要1个亿，我们就要1000万，您给我1000万就好。对。哎呦，你凭什么打人你？你们不仅用次品糊弄我，还欺骗我是什么刺绣大师？哼！现在居然还妄想让我花1000万买不是你们的刺绣作品！王彪，把他们2个给我抓起来！我要让他们知道，欺骗我史密斯集团是什么样的后果！等一下，不买就不买嘛，外面总有人识货。老公，我们走。站住！你们2个偷了淑兰的作品还不承认，屡次扰乱我的宴会，就想这么走了？我们没有偷她的作品，我们才不是小偷呢。妈，我们才是血亲呢，你怎么让你这个奸夫这么迫害你的亲儿子啊？国安是我朋友，我不容许你这么侮辱他。你怎么还胳膊肘往外拐？你对得起我死去的公公吗？我的房子、存款，在被你们赶出家门的那一天，已经全被你们抢走。我不欠任何人。这2人太不要脸了，这么对自己亲妈，这丧心病狂啊！偷自己亲妈的作品，就应该把这些人啊全部都抓起来！都抓起来！抓起来！抓出去！都抓了！你们懂个屁呀！那自己家的东西，那能叫偷吗？我妈的东西，那以后那不都是我的？妈，您说是吧？当初你们以为是我怀孕的时候，不是不想认我这个妈吗？怎么，现在反悔了？哎呀妈！哎呀，我错了，我给您道歉还不行吗？啊！对，都是误会。早知道，当初还不如不生下你。这一家人哪有隔夜仇不是？妈，咱们以后再买一个房子，就写您的名字。我和耀辉啊，好好孝敬你。哎，对。哼，我就没有见过像你们这么不要脸的人。你们以为淑兰怀孕的时候要把她赶走？他现在富有了，你们却像吸血虫一样的粘着他，有你什么事儿？哎，干什么你？当初我被你们赶出家门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不是一家人了。以后，我的事也与你们无关。保安，把这2个人给我扔出去！滚！妈，你就这么冷血吗？啊！成年人就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都怪你！要不是你，非要赶妈走，非要买房子，非要偷刺绣，这1个亿的资金都是我的了！你扫把星！我做的这些不都为了你吗？为了这个小家吗？
为了你自己的虚荣心。妈，我错了，要怪就怪他，跟我没关系。从小我就教你做人要善良，要勇于承担责任。可你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？妈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啊，从今以后我一定好好孝顺您，我给您养老送终啊！你有空在这求我，还不如多关心你老婆孩子。你们老李家唯一的后，恐怕是要保不住了。妈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他不就是肠胃炎吗？难道莹莹她？喂，徐女士，您的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，您已经怀孕1个月了。你说什么？怀孕的人是我真的怀孕了？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我老公可是有弱精症啊！检查结果是不会错的，徐女士，您体质特殊，胚胎发育不良，现在的情况非常危险，千万要保持平心静气，不能动怒。医生，可我的肚子好痛，他现在流血了！什么？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？看来你的性命……不会的，医生，求你救救我！小唐，赶快叫救护车！老公，我害怕，我肚子好痛。要不是你听信了那个张春英的蠢话，我们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妈，看在他肚子里边怀的是您的孙子的份上，您就救救他吧！啊！当初我就说过，怀孕的人不是我，是徐莹莹。可无论我怎么说，你们都不相信。现在，一切都晚了。妈，这可是您唯一的孙子，您现在都已经是身价上亿了，随随便便就可以买台机器了，这点钱您都不愿意出吗？得知她怀孕的第一时间，我就去找医生预约了机器，甚至卖房借钱都要给你们凑手术费。是你们把我赶出家门，霸占我的房子，造成今天这个局面，都是你们自己一手造成的。之前都是误会，现在人命关天，你就不能帮帮我吗？毕竟也是一条生命，看起来也怪可怜的啊！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这孩子跟着这样的父母也是遭罪。你们忘了，刚刚我已经签订了捐赠协议，现在我没钱。那你奸夫……那刚才不是说你们李家的事跟我没什么关系吗？我凭什么要给你掏钱呢？我儿子要是保不住，你们今天在场的所有的人都他妈是凶手！你自己推的吗？这没关系。我想起来了，我还可以做换血手术。对。妈，我求求您，我肚子里怀的可是您的孙子，求求您陪我去一趟医院做换血手术吧。要不你就去吧，怎么说也是你亲孙子啊。如果是担心钱的问题，我可以帮你垫付。不是我不愿意，医生说过，一旦见红就晚了。你不去怎么知道吗？不就是献点血吗？又不伤害身体，你这点忙都不愿意帮吗？你妈之前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你们，现在连她的血也不放过，真是丧尽天良。好，我抽，但这是我为你们做的最后一件事，以后我没你这个儿子。夫人，听说您的团队医疗技术非常精湛，原本今天这副刺绣就是想送给您当礼物，请您的团队为徐莹莹治疗的。现在，能不能请他们过来一趟？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可以。
医生，快救救我，给我做化学手术，我一定会没事的。对不对？来不及了，孩子已经保不住了，孕妇现在大出血，必须立马送医院。什么？啊！快！你还不赶紧追上去看看？现在我孩子都没了，我还跟上去干什么？我还不如好好求求我妈，我妈这么信任，一定会原谅我的。妈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现在孩子也没了，家也没了。如果您再不要我的话，我真不如一头撞死。妈，这是你的选择。妈，您就真的忍心眼睁睁的看着你唯一的儿子去死吗？谁说你是他唯一的儿子的？谁说他只有你一个亲儿子？谁说他只有你一个亲儿子的？你又是谁呀？儿子，你终于来了。爸，收到您让我准备聘礼的消息，我这是下了飞机就马不停蹄的过来了。苗姨，1年不见，您依旧是光彩照人。我跟我妈素忠诚，你们父子俩捣什么乱呢？这是我们李家内部的事儿，跟你们这些外人有什么关系？他如果不是外人呢？苗姨，我爸呀，他嘴笨，不会表达，但是您相信我，他对您的感情一定是认真的。以后啊，我就是您的亲儿子。难道江总真的要跟一个保姆求婚啊？这苗淑兰也太好运了吧！就是，妈，我爸刚死2个月，尸骨未寒呢，您就想着改嫁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苗姨现在是自由身，她又不是卖命到你们李家了。再说，她现在想嫁给谁就嫁给谁。你们这种人不知道珍惜，有的是人珍惜。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是苗姨把我带大的，她拿我就像亲儿子一样对待，我也从来没有把她当成一位保姆。像你这种不知道感恩的儿子，要了有什么用？来人呐，把他给我丢出去！不行，不可以，妈，不可以，妈，我才是我妈10月怀胎生的亲儿子，你们算什么？淑兰，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，对天发誓，我江国安一定会好好的待你，绝不让你伤心，和你一起携手走完下半辈子。我恨你，淑兰，嫁给我吧！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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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嫁给他。从今天起，苗淑兰女士就是我江氏集团的女主人。好。唉，要是早点来医院就好了。明明有机会活的，结果一尸两命，可惜了。我宣布，苗疆非遗传承人扶持基金会今天正式成立。苗大师，1年前您成为了盘锦绣非遗传承人，并将拍卖所得全部捐出。在今年，您又成立了基金会，专门给非遗传承人以资金支持。请问是什么让您对非遗传承如此热心的呢？我曾经因为生活困难，放弃了刺绣30年，差点辜负老师对我的栽培，也差点让盘锦绣这个传统文化葬送在我手里。在我有能力之后，我就想，我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再度发生。同时，我也要感谢我的先生，是他不遗余力地支持我，有他的陪伴，是我今生最幸运的事。